所有意料之中的困难都不应该成为放弃的理由。我就是这么一个永不言弃的人。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位在中国大陆又一个被封禁的起名字的勇士，他叫做志军哥。志军哥是一位出生于基本盘众多的省份山东省，目前他在国内各平台的视频及影片通通都被官方下架。好的，接下来我将给大家展示目前抖音上仅存的部分影片。闭关锁国，拒绝和世界沟通合作，就能超越美国，成为地球大哥吗？这都2024年了，竟然还有网友觉得，为了应对欧美在经济和科技上对我们的封锁，我们应该釜底抽薪，彻底不和他们玩了。等他们过不下去了，自然就得来求咱们。这么想的网友，请问你是从大清穿越来的吗？最搞笑的是，还有人说什么不和欧美做生意，咱们的外贸一样红火。我们这几年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明明是东盟啊！大哥，你稍微思考一下行吗？整个东盟加起来也就是6.7亿人口左右，连印度的一半都不到。我们对东盟的贸易额却高达9000亿美元左右。看不出来原因？我告诉你吧，因为我们是通过东盟在和欧美做生意。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嘴上吵归吵，饭还是要吃的。现在我们担心的是，董王当了掌门以后掀桌子，如果他提出来，凡是用了我们的原料，或者是在我们本土生产的商品，就算从东盟绕一圈，也要提高关税。那我们的企业为了生存，就只能跑到海外投资建厂，在人家的地盘上招工，在当地进行贸易。请问对我们国内的经济到底有没有影响？有的网友还想着直接关门自己过，让外国品牌挣不着我们的钱，外国就山穷水尽，然后就要来求我们。你这种思维，它简直就像个印度人。谷歌退出了我们国内市场，请问谷歌垮了没有？三星手机几乎在我们的市场销声匿迹，三星垮了没有？推特和脸书根本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市场，他们垮了没有？我们的新能源电车很牛，已经超过了欧美传统车企。我们的华为手机很牛，已经突破封锁，自己搞出来了操作系统。可我们只有14亿人，我们的品牌牛是为了走出去挣外国人的钱。如果只靠内循环，能支持他们继续牛吗？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家3口，男人做生意经常要应酬，那媳妇儿不高兴啊，一会儿怕老公出轨，一会儿心疼老公太累，于是要求老公放弃生意，天天在家陪着老婆。那男人在家里是洗衣服做饭，媳妇儿就夸他真棒，然后奖励了他100块。请问他们的家庭收入增加了吗？这样的情况能长久吗？早期的志军哥在中国抖音上发布的内容其实都是打直白，毫不犹豫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和国际相关的问题。首先，他这个影片里面提到的几个非常敏感的点。第一个，反对闭关锁国的心态，他严厉地批评了网友中存在的关起门来自己过，或者通过拒绝与欧美贸易来应对经济封锁的想法，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如同大清时期的落后观念。第二个，揭示了中外贸易实质。他指出，虽然东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实际上中国是通过东盟在与欧美做生意，这种贸易转口是公开的秘密。第三个，提及被禁的那些西方平台，他在视频里面直接提到了谷歌、推特、脸书和三星那些公司，并表示即使这些公司离开或从未进入中国市场，他们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良好，并未垮掉。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中国市场不可或缺的民族主义叙事。第四个，质疑内循环的局限性。他认为华为和新能源汽车等优秀品牌的崛起是为了赚外国人的钱，如果只靠国内的内循环，将难以支撑这些企业的持续领先。第五个就是讽刺内循环。他用男人为了讨好老婆而放弃生意，在家洗衣做饭，却拿老婆奖励的100块钱作为比喻，讽刺了内循环并不能增加家庭，也就是国家的总收入，认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他的这条影片是在2024年发布在抖音上的，而且仅仅是2年前的中国互联网监管环境下，这些公开质疑官方倡导的经济政策也已经早早的就被平台给下架了。印度文明很了不起啊，
佛教、数学、艺术，还有数不清的发明创造，都是源于印度。发明和发扬光大那不是一回事儿。造纸术不是欧洲人发明的，但是他们改进了造纸技术，发明了水力造纸机，产能碾压同行。火药、指南针、大型舰船都不是欧洲人发明的，可是他们把火药用于武器研发，改进了指南针和舰船，用远洋航行。那航空母舰也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是我们发明了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把同行彻底甩在了身后。这就说明了技术的影响力不取决于谁先发明，而取决于谁用它改变了世界。那印度文明就很无奈了。首先是地理，印度文明的核心区域土地足够肥沃，牛马不是那个人口资源足够丰富，被崇山峻岭和大海包在中间，从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体系。它不像地中海文明那种埃及、希腊、罗马这不同的文明都紧挨着，互相冲击、互相交流。其次就是文字的限制，印地语特别难学，限制了印度文明的传播。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印度在近代被欺负得太惨了。一个被列强按在地上摩擦的文明，哪来的影响力就拿日本来说吧，明治维新之前还是以中华文明为师的，但是日本发现中华文明过于博大精深，他是学不会也学不了，于是改为学习欧美，直到甲午战争打败大清，搞得整个亚洲都去学欧美了。但是我们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最后触底反弹，在如今很多行业重新取得了遥遥领先的地位。可印度直到今天还躺在那儿苦苦挣扎呢，这就导致了印度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哪吒、战狼、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和流行音乐、日本的动漫、韩国的偶像。他的这部影片采用了非常典型的借壳代称，也就是指桑骂槐的手法。虽然在口头上说的是印度，但通过细节和特定词汇，实际上就是在对中国的当今大环境进行一种带有点黑色幽默色彩的社会评论。志军哥在今年的影片里面经常用印度作为挡箭牌，实际上他想给基本盘们开智。而且影片的后面，他为了保命，还提到了所谓我们的中国与印度的对比，想督促他的求生欲望。但无可奈何的是，被众多基本盘给反其道而行之给举报了。当然也有可能是上面察觉到了，但是他的粉丝订阅数大概只有50万左右。在我看来，无论是举报还是官方下架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而且他作为一个山东人，居然思想和当地的人格格不入，请看这个影片。枪打出头鸟，各位都听过吧？我作为一个出生在山东鲁西南地区济宁，也就是孔子故乡的纯粹山东孩子，从小的时候记事起我是一直听到现在。我身边好多长辈都这么叮嘱过我，别逞能，别出头先看看别人怎么着再说。很多人的逻辑就是，只要没疼到自己身上，就得保持安静，不出声，不冒头，坚决不做出头鸟。他们认为这属于一种特殊的智慧。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所有人都选择了不说话，如果所有人都等着别人冲，自己只等着摘果子，请问果子从何而来？很多事情它浓缩起来就是这样的场景：极少数人选择行动，极少数人选择帮腔，大部分人站在所谓的安全范围之内，密切关注事情的进展。这些旁观者他不是是非不分，甚至很多人对挺身而出的心里边是非常钦佩和赞许的。但他们呢，就是不动，也不出声，他们就在等结果。结果明朗了，那一拥而上，赶快分一杯，就好像自己也是参与者。可要是看到形势不妙，那就保持绝对安静，就好像整件事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算计的太精明了，不出头就不会被打，不行动就不会犯错，不表态就永远有退路。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态。一是老祖宗经历了那种几千年的封建时代，看到了太多被制裁的出头鸟，就成了一代代人言传身教的生存法则。二是一种侥幸心理，每个人都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安静，就能明哲保身。可现实不是这样，如果所有人都等着别人出头，那就永远不会有人出头。如果所有人都想着搭便车，那车它就开不起来。那些看似保全了自己的人，最后会发现世上如无出头鸟。下句我忘了。即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如此拐弯抹角的表达自己关联的一个人，都会被中国全网封杀。说实在的，给基本盘开智这个赛道永远是铤而走险，在万米高空中走钢丝。而且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基本盘众多人数的省份山东，他能有这样如此清醒的认知，实在是难得。我特别讨厌那些崇洋媚外的人，总觉得外边的月亮特别圆，什么都是外边的好。不可否认，外边有好东西，但咱们一些传统的东西也不差呀。比如猫猫狗狗里的中华狸花猫和中华田园犬，就是土猫和土狗。今天呀，主要说说土狗。不论是陪伴家人还是看家护院，比那些外国狗优秀太多了。什么黑背边牧、拉布拉多和咱们的中华田园犬怎么比？别说什么智商、力量、体型，我告诉你们啊，单纯比这些都没有意义，尤其是智商。太聪明的狗啊，未必是好。比如德牧和边牧，据说能达到人类8岁的智商，能够完全理解主人的想法，甚至分清主人的对错。主人干点什么主人稍微干点稍微干点是什么事儿哈，或者是驱使爱犬执行一些略有风险的活动，比如贩卖爱犬诞下的幼崽，或者要吃肉，这狗都能看出来。这真的未必是好事啊！好狗就应该逆来顺受，以满足主人为己任。可边牧那样的就敢于拒绝，这不就成了主人的负资产了吗？这里啊就看出来中华田园犬的优势了，主打一个服从，智商完全符合主人的使用标准，骨子里刻下的就俩字儿：听话。甚至主人安排这个公狗去配种，母狗去怀孕，或者贩卖这个幼崽，甚至选择这个屠宰以后吃肉，他都配合，没有丝毫的怨言。这才叫难能可贵啊！咱养狗图什么？不就是图个用得着、用得上吗？其实听得懂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中华田园犬，骂的其实就是那些不争气的基本盘，当然也可以是小粉红。中华田园犬是一种非常喜欢听主人话的犬类，而当今的基本盘也是同样性质的人。目前这个影片是他新账号发布出来的，因为他已经对于基本盘不抱有太多的希望了，所以把它们比作中华田园犬。其实在给基本盘们开智的这条路上，每一个人说的内容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推动文明。而且志军哥也说了和山里一样意味深长的话。这2天啊，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非常感动。有些呀没能一一回复，还请见谅。我还好，还是那句话，所有意料之中的困难都不应该成为放弃的理由。借用我一位好朋友，也是很多朋友都认识的一位朋友的话，黎明和黄昏的天色是一个颜色，问题是即使黄昏又如何，不过是晚一会儿天亮而已。以后啊，这里只发视频，波波在，志军在这里，我艾特好了。视频呀还是和波波分开，请大家见谅。希望以后呀能和大家好好聊聊，感谢大家支持，谢谢。这期关于启明智勇士志军哥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